美女少妇请你帮忙打官司，你却直接把对面律师送了进去，甚至就连敲锤的也被你送进去，砍了2年半缝纫机。然而，身为天才律师的你，因为揭露律所黑幕，被开除成了一个废物游民，以至于现在只能靠着各种歪门邪道为生。在一次暴力收账中，对方报警，直接将你抓进了派出所，更是扬言如果想保住律师资格证，就要拿30万私了。可以你目前的经济条件根本拿不出来。就在这时，门外进来了一名警察。刘不达，对面已经接受了你的私了，出去之后干点正经工作，别再做这些违法的事了，别对不起你爸的30万块钱。说完便示意你离开。一脸懵逼的你一脸懵逼，我老爸不是10年前就被抓进去了吗？揣着疑惑走出警局后，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你眼前。罗老师，怎么是你？面前的人正是罗阳宇，龙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你的恩师。罗阳宇没好气地说道：“不是我的话，你现在就等着蹲大牢吧。”谢谢你，罗老师，我一定会把钱还你的。罗阳宇看着你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拿什么还？再去讨债吗？然后我再来赎你吗？”不管怎么说，我一定会还你钱的。其实也怪我，当初你问我要不要揭发红山律师事务所的黑幕，我不该由着你的性子，否则现在你已经是律界大亨了，你爸的案子说不定也已沉冤昭雪。罗老师，我爸的案子看样子是永远没机会了，现在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其他的了。这时，罗阳宇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这个律所的老板是你师兄，我在他那还有几分薄面。你看着手里的名片，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声音。恭喜宿主成功激活神级律师系统，宿主刘不达，年龄27，资产119.5元，案件107胜1负，当前积分0，黑暗乐园暂未开启。系统提示：宿主每一次打赢官司都可以获得积分和特殊奖励，积分可用于在黑暗乐园交换任意案件情报，宿主的影响力和名气扩大也能获得相应积分。听着耳边的声音，你陷入了沉思，许久后才反应过来，打赢官司就能获得积分，而积分的作用就是在黑暗乐园交换案件情报，只不过这个黑暗乐园又是什么？正当你疑惑时，系统又发出机械般的声音。黑暗乐园是由世界阴暗面组成的世界，无论是现实世界消灭损坏的犯罪情报、冤死灵魂或精神，在黑暗乐园都还存留。官司最重要的无非就是证据，而现在只要我有积分，就可以随意拿到罪证。我了个糟糕！由此系统，我将一夫当关，彻底清扫整个律法界。罗老师，我决定了，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我将再次踏上律法界，将这世间的罪恶与黑暗全部清除。罗阳宇没想到你竟然答应得如此之快，不仅没有了之前的颓废，甚至还表现得更加坚定和热血。刘不达，无论如何，老师都支持你。你告别了罗阳宇，随后带着名片来到了上面介绍的瀚海律师事务所。一进律所，不少小姑娘就看向你。虽然落魄了这么多年，但你的帅气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散，反而在岁月的锤炼中更有魅力。这是谁呀？好帅啊！新来的实习生吗？姐妹们，我们有福了。我感觉有点眼熟，这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一众年轻实习生好奇地打量着你。这时，律所合伙人宋海笑着走出来迎接你。刘师弟，罗老师之前给我打电话说你要来，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的来了我们律所。说着，便直接向在场的实习生介绍道：“诸位，这就是我经常给你们提起的那位律法界天才刘不达。”宋海话音刚落，在场的实习生顿时一脸崇拜地看着你。就是5年前那个揭发律所黑幕、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刘师兄吗？怪不得这么熟悉。虽然现在关于刘师兄的消息大多成为了律师圈的禁忌，但是5年前的那场风波，我现在都还记忆犹新。你看着大家的反应有些诧异，说实话还真没想到，当初自己还留下了那么好的形象。一番寒暄后，宋海将你带到他的办公室。刘师弟，虽然你得罪了红山律所，被律师圈大佬联名封杀，但是你要知道，坚定律师誓言之人也尚有，尤其是在你之后，不少后辈都把你视作榜样，我们律所圈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你眼眶微微湿润，看来5年前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宋海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案卷。刘师弟，这是一桩法律原著，你看看有没有兴趣？你接过那份法律援助的案卷，心里自然也明白宋海的意思，自己刚刚复出，先来个法律援助练练手是最合适的。你将目光投向案卷，夫妻为学区房假离婚纠纷案。案卷内容大致如下：夫妻为给女儿准备学区房，办理了假离婚。为了获得买学区房的首套房相关权益，丈夫将自己名下2套房产给了女方。女儿上学问题得到解决后，男方提出复婚，却遭到女方拒绝，并告知男方女儿不是他亲生的。经相关机构鉴定表明，孩子的确与男方不存在血缘关系。最终，荆州市光明区人民法院判定，房子乃是男方自愿赠与，故房产归女方所有，孩子抚养权归女方所有，女方返还男方12万余元抚养费以及2万元精神损失费。因不满光明区人民法院判定，男方决定上诉。读完卷宗，你眼底烫。为了学区房假离婚的案例不在少数，但是像这么奇葩的还真是第一次见。此类案件一般都会引起很大的社会舆论，对于律师而言，这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官司赢了，知名度自然水涨船高；如果官司输了，那就是全民吐槽。这案子应该是师兄特意为了我接过来的吧？费心了。不过我还有一点疑惑，
就算男方为了学区房将房子自愿赠予了女方，但是出发点是为了女儿上学，现在女儿都不是亲生的，房子还拿不回来吗？按照常理来说，假离婚的财产分割就算得不到法律保护，法院至少也会判定返还一套，或者是更多的经济赔偿。但是什么？但是女方的辩护律师来自于江子荣律师事务所。江子荣很有名吗？虽然没有你当年那么风光，但是这几年江子荣也不可小觑。他是荆州市光明区10大杰出律法青年之一，他的律所官司胜率高达70%，在光明区能排进前10，这其实跟你还有些渊源。他也毕业于龙国政法大学，与你一样进了红圈所，但是光芒一直被你掩盖，最终离开，自己成立了事务所。除此之外，听罗老师说，当初你被封杀的背后，律法圈大佬之一就有姓江的。闻言你眉头微蹙，就算再傻，你也知道宋海师兄的意思。看来是时候让那些曾经封杀你的人知道你回来讨债了。刘师弟，这案子与之前16年4子非亲生一样，已经开始引起社会舆论，估计后面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对于你还是我们律所，都是一柄双刃剑。你如果还没准备好，师兄这里还有一个污染生态环境的法律援助。苏师兄，这案子我接啊。刘师弟，你果然没让我们失望。这个案子2审将于3天后在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庭审，你可以回去准备。你微微颔首，随后揣着卷宗便离开了瀚海律师事务所。夫妻2位购买学区房假离婚，事后妻子却拒绝复婚，甚至告知丈夫就连女儿都不是他亲生的。丈夫气不过，反手将妻子告上法庭。法院1审判决结果，经本庭核实，房子乃是男方自愿赠与，故房产归女方所有，孩子抚养权归女方所有，女方返还男方12万元抚养费以及2万元精神损失费。由于案件过于奇葩，很快便引发广泛热议。相比较于正经新闻，这类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很明显更能吸引人眼球。短短2个小时，案件便冲上各大平台热搜，有关于2审的最新信息也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女方律师是光明区排行前10的江子荣个人律师事务所，在整个荆州市极具影响力。反观男方代理律师，来自于实力逊色不少的瀚海律师事务所就算了，竟然还是免费的法律援助。就在网络上热议之时，江子荣律师事务所内，助手正在给江子荣汇报2审的信息。江律师，听说对方这次出庭的是一个名叫刘不达的小律师，最近几年并没有打过什么官司。江子荣听到你的名字后，脸上露出了颇为诡异的神色。你确定对方的法律援助律师叫刘不达吗？是的，没错。闻言，江子荣顿时激动地大笑起来。这个废物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把那套定制西装准备好，3天后这个案子的2审我亲自上。听着江子荣的话，助手都怀疑是自己听错了。江子荣虽然年仅27，但是早已跻身荆州律师上层圈子，一般的案子压根儿就用不着他自己出马，除非是大案要案。与此同时，龙国政法大学内，一个高马尾的少女手捧着资料走进了罗阳宇的办公室。罗老师，这是你之前给我分享的那3个案子的最终辩护方法，您看看我写的怎么样？罗阳宇看了看苏佑威递过来的作业，仔细查看了数秒。写得不错，但是太速成器了，不够灵活。而且你的这种辩护方式很容易被对方揪住小辫子。如果是你刘师兄的话，他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把柄被对方律师抓住。苏佑威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罗阳宇。他上大学4年来，无数次从罗阳宇口中听到那位刘师兄的名字。他在学校档案里翻看过，压根就没有刘不达这号人。唯一能找到线索的，便是5年前贺林案的辩护律师，也叫刘不达。但是那个刘不达被次原告窃取律所机密，为所有律师所不容。这种败类怎么会成为罗阳宇口中完美无缺的学生呢？尤伟，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你刘师兄3天后就要重出江湖了，你如果真的好奇，可以去看看，反正马上也要实习了，去荆州玩玩，见见人间烟火也不错。苏佑威点点头，算是默认了。我倒要看看这个刘不达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罗老师如此推崇。此时的你翻看完这起案件卷宗后，也是暗暗思索。虽然对江子荣这个人没什么印象，但是这个家伙律所里的律师下手的确是狠，竟然能把1审变成这样。就在这时，宋海突然打来电话。刘师弟，你上新闻了。随后，宋海将网络上对你的讨论一一说了一遍，你也是哭笑不得。哭的是那么多人吐槽自己是个菜波援助律师，笑的是自己的人气疯狂积攒，得到了不少系统积分。系统提示：宿主可以进入黑暗乐园进行交易。闻言你大喜，意念一动就进入了系统空间。刚一进入，便感受到了无法言表的负面情绪。一个数据面板出现在你面前，宿主可以输入想要的东西，支付积分就能获得。我想要假离婚纠纷案的相关情报，请您支付300积分。你没好气的笑了笑，看来系统想掏空自己多日的积累，你好不容易才有300积分，这下直接清空了。不过为了这个案子2审，你只能认了。相关资料已拷贝至您的 U 盘，欢迎下次光临。紧接着，你眼前一黑，便退出了系统。看着桌面上的 U 盘，你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原来一开始，女方何秋君就怀了她初恋张森的孩子，因为初恋出国，才找男方魏阳当接盘侠。结婚这么多年，张森回国不过是一句简单的在吗？何秋君就心花怒放，开始和情夫筹谋夺取魏阳的财产。魏阳一开始压根就没有买学区房的想法，因为他们现有的2套房子都有相应的学区。而何秋君在初恋情夫张森的教唆之下，直接扬言要让女儿读最好的小学，所以魏阳才会将房子送给何秋君，直接去买荆州一小附近新开盘的学区房。
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什么假离婚案，而是一起彻彻底底的诈骗案。有了这些证据，别说要回房子了，就是让何秋君蹲监狱都是轻而易举。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借这个案子正式向律法圈宣告我的归来。3天后，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早早就围满了记者和吃瓜群众，不少人都想知道今天2审究竟会是什么结果。这时，江子荣和女方何秋君已经抵达了法院门口，诸多记者瞬间围了上去。何小姐，您对于前夫提起2审有什么看法？江律师，您认为此次男方上诉会对1审的结果有什么改变吗？是否有信心将男方诉求驳回？房子是他自己送给我的，我可没求他。至于女儿的血缘关系就更不重要了，我跟他结婚可不代表女儿一定是他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犯贱罢了。诸位记者朋友，我方当事人对于原告的2审并不意外，毕竟人性本来就是贪婪的。对于今天的2审，我觉得没有任何难度，我尽量保证在20分钟之内解决吧。江子荣的发言让所有人大感意外。要知道，法庭宣读纪律基本都要接近15分钟，这话的意思就是江子荣要5分钟结束战斗。随着2人离开，你和原告魏阳也来到法院门口，记者又一溜烟跑到你跟前。魏先生，您对于今天的上诉有什么期望？面对那么强的律师天团，您真的觉得可以要回您的房子吗？面对提问，魏阳没有回复，记者又向你提问道：刘律师，网上盛传您和江子荣律师的差距过大，并且江子荣律师刚刚扬言要20分钟结束庭审，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说完，一边带着魏阳进入法院。记者听了你的话也是一愣，相比较于胸有成竹的江子荣，你的宣言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冲击力。毕竟正义这个词在现在这个社会太过于廉价，绝大部分吃瓜群众对于2审的结果又开始担心起来。出国10年，回国后男子第一时间拨通了一个号码，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对面便直接破防。不久后，一起假离婚纠纷案便引发广泛社会热议。当初看到新闻觉得这男的实在是太惨了，所以特地来看看后续，不知道这一次上诉结果如何。那还用说，肯定是 G 了呀！法院从来都不支持假离婚，而且他们在离婚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财产分割，后续再想要进行财产分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还有一个小道消息，据说前2天有人还在坡子街派出所见到了这个叫做刘不达的免费法律援助律师，貌似是在包里收账来着，然后就被抓了。此时，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所有人全部到齐。本次庭审采取全网直播，直播间刚开启便涌入了10余万人。随着审判长宣读完庭审规则，学区房假离婚纠纷案2审正式开始。审判长高云山看向了你。原告律师，请阐述你们本次上诉的诉求。请注意，原告方的诉求要合理合法，并且符合公序良俗。如果违背相关规定，本院有理由驳回。江子荣冷笑着看向你，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了。为了能一雪当年败走红圈所支持，江子荣迫不及待地开口道：原告律师，我建议你不要浪费时间了。1审铁证如山，原告离婚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财产分割，房子是自愿赠与我方当事人的。你们从我方当事人这里要不回任何东西。如果你跪下求求我，我们或许还可以考虑多给你的当事人一点精神损失费。江子荣一开口就要把你往死里逼，这气势让整个庭审现场都有些喘不过气。魏阳也是被江子荣给吓了一跳，看看自己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好像真的不是一个梯度的。你听着江子荣的话，直接笑了笑，然后举起了手。审判长，刚刚应该我方提交诉讼请求，而被告律师未经批准公然恐吓原告，我方认为对方律师扰乱了法庭秩序，申请审判长警告被告律师。如果被告律师再扰乱公堂秩序，请审判长对被告律师采取强制离场措施。此话一出，整个庭审现场的观众都愣住了。本以为是江子荣给的下马威，现在反倒是你占了上风。旁听席之中，梳着高马尾的苏幼薇嘴巴抿了抿，心里暗暗思索的。要是我在他的位置，或许真的会被江子荣打击到信心，从而影响今天的诉讼。而这位刘师兄竟然仅凭借小小的庭审规则，就轻易解决了江子荣的下马威，甚至还反将一军。看来今天的庭审有意思了。被你控诉的江子荣脸色顿时难看起来，由于见到你想要一雪前耻的心情太过激烈，他竟然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审判长高云山轻咳一声，然后也是象征意义的给江子荣一个眼神警告。请原告律师继续阐述你的2审诉求。看着江子荣跟吃翔一样难受的神色，你心里暗爽，随后梳理起连夜整理好的诉求。我方当事人有以下诉求：一，请我方当事人的前妻何秋君归还分别位于滨江帝都和山海玲珑城的2套房产，以及我方当事人对女儿12年间的抚养费120万，还有精神损失费500万。2，申请对被告执行。你第2个诉求都还没提出口，现场所有人都呆住了。魏阳也是一脸懵逼，不可思议的看着你，小声询问道：刘律师，我怎么不记得提过这个诉求？是不是有点……你笑着看向惶恐不安的魏阳，微微点头。放宽心，看我操作就好。就在你安抚魏阳情绪的时候，江子荣的笑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原告律师，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庭审，以至于忘了法律条文？你方当事人当初离婚时就已经完成了财产分割，假离婚根本就不受到法律保护。就算你要以自愿赠与的目的是为了女儿来提出诉求，可我也要勉为其难的提醒你一句，原告的女儿压根就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你想要回房子根本就不可能。再说了，你难道不知道法律认定最高档位的精神损失费也只有5万元吗？
听到这里，所有人的心都是一揪。江子荣的话虽然不合情不合理，但是却抓住了法律的漏洞。魏阳和何秋君的确已经在所谓的假离婚中完成了财产分割，实在是没有法律条款来支持魏阳要回自己的房子。就在大家都认为你的言论站不住脚时，你却是罕见的笑了起来。江律师，谁告诉你我要以我方当事人出于给女儿买学区房才自愿赠与的理由进行辩护的？然后你直接看向审判长高云山，举手示意。审判长，我方申请提交关键证据。江子荣看着你手中的 U 盘，顿时一愣。一审的时候，魏阳所有能提交的证据都已经提交了，怎么现在又有新的证据？随后，江子荣回头用眼神向何秋君询问道：“你确定自己的那些勾当没有任何留存吗？”江律师，你放心吧，所有能对我造成威胁的证据我都销毁了。闻言，江子荣舒了口气，而你却用一种略带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何女士，我方当事人毕竟与你有10年夫妻感情，如果现在归还房产以及履行我方刚刚提出的诉求赔偿，或许我可以不提交该证据。此话一出，整个庭审现场顿时笑了，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在搞心态，对于 U 盘里的内容也更加好奇。江子荣看着你一副狂妄的样子，心冷了。这家伙5年前就是这样，真是让人讨厌。刘不达，你不要在那里虚张声势了，我方不可能答应你的无理诉求，证据你随便拿，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魏阳，你找来的这个律师算什么牛马？你一个大男人送出去的房子还想要回去，简直就是做梦。那是我的房子，你不可能得手的。我可从来没喜欢过你，是你舔着个脸跟我表白，我才勉为其难的跟你在一起的。何秋君丑态毕露的样子，让直播间所有吃瓜群众都恨得牙痒痒。这女人真是不要脸，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魏阳这大兄弟真是倒霉，摊上这么个前妻，造孽啊！真希望 U 盘里的证据能把这娘们儿给送进去。随着直播间讨论声愈演愈烈，你也有些可怜何秋君了，因为你接下来提交的证据可能彻底断送何秋君的下半辈子。审判长，我方申请播放视频证据。审判长微微颔首，现场书记员也准备播放视频证据。整个庭审现场所有人神色各异，而你则是缓步走上前开口道：“结婚前一天，女子却和初恋在酒店做着软件硬化工程，一夜疯狂后，初恋出国深造，女子也与接盘侠结为夫妻。”当这不堪入目的画面在庭审现场公布时，在场所有人都神色各异，而你则是对着画面里的人介绍道：“审判长，这是10年前我方当事人和被告何女士新婚前一天发生的事。画面里的男性是她的情妇，名为张森。在这最后一次疯狂后，张森便出国了，何秋君也与我方当事人结为了夫妻。播放这段视频是让审判长对何秋君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认知，那就是何女士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女人。”江子荣看着视频咬了咬牙，心里暗暗想着，这家伙竟然连10年前的视频都找来了。不过幸好这所谓的证据对一审结果影响不大。江子荣看着何秋君难堪的脸色，轻咳一声，当即举手发言：“审判长，我方当事人的确存在一定的道德问题，但是这对于一审的结果并不构成任何联系。数年前的婚外出轨与既定的财产分割结果并不形成任何关联。”何秋君听着江子荣的话，也是咬紧了牙关。既然已经没了脸面，那就彻底疯狂吧。魏阳，既然你不留情面，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一开始我答应你表白，就是因为我怀了张森的孩子，所以才找你接盘的。你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绿毛龟，我就是个放荡的女人。哪条法律规定女的不能出轨了？想要回房子那就是做梦。你只能看着我拿着你的财产潇洒，看着自己朝夕相伴10年的女儿叫别人亲爸。旁听席听着何秋君的话，顿时哄闹起来。审判长高云山见状，赶忙敲响法锤。注意法庭秩序，警告双方不要谈及和呈现与本案无关的内容和证据。法庭渐渐安静下来，高云山看向你：“原告律师，你所呈现的证据的确与本案无关，如果没有更多证据，那你的第一条诉求我可以当庭驳回。”魏阳看着何秋君歇斯底里的样子，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他不知道你从哪里搞到的录像，但是现在他心里仅存的一点夫妻情感也烟消云散。他并没有理会何秋君的挑衅，而是小声对你说道：“刘律师，拜托您一定要惩治那个贱人。”你笑着点点头，我举手发言：“审判长，我方还有证据，请书记员帮我播放第2个目录里的视频。”随后，另一个视频画面出现在大家眼前：滨江路升华酒店。一场同学会，何秋君邂逅10年未见的初恋张森之后，两人回到了山海玲珑城的家里，再次发生关系。伴随着一些少儿不宜的声音传出来，整个庭审现场再次群情激愤。而此时，江子荣和何秋君已经汗流浃背，但这都是芹菜。一番翻云覆雨后，传出两人的对话才是重点。森哥哥，你不要着急走，魏阳还要1个小时才回来，他今晚加班。你知道我想你多少年了吗？秋君，我也不想走，可是我现在被人追债，不能连累你。你欠别人钱了，欠了多少？魏阳现在还算有钱，你别看他长得不怎么样，但是这10年还挣了2套房，加起来价值接近1000万了。我欠的钱倒是没那么多，应该只需要1套房子的钱，但你们夫妻的钱我怎么好意思要？森哥哥，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本来就不喜欢他，现在你回来了，我和女儿肯定要跟着你的。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教你一个办法，能让魏阳净身出户。你就说，为了女儿要读最好的小学，必须要买附近的学区房。但是现在家里面用钱比较多，用首套房的政策去买，能少贷款一些。你先骗他说假离婚，顺带让他把那2套房子赠送给你。毕竟假离婚的财产分割并不受法律保护，到时候他要复婚，你直接拒绝，2套房子就都是你的了。孙哥哥，你也太聪明了吧！就照你说的办，那可以继续和我说说这些年的思念了吗？两人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对话已经被客厅的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庭审现场的人看完后也是呆住了，苏有薇更是笑了笑，他一直都在疑惑，这位刘师兄究竟想怎么翻盘，没想到竟然找到了这么关键的证据。此时，江子荣差点把后槽牙咬碎，目光死死地盯着何秋君，小声嘀咕着：“你不是说已经把监控删了吗？”我当时真的删了呀，我再蠢都不可能把这个把柄留着呀。江律师，你一定要保护好我的房子，律师费我再给你加30万。江子荣转过头，无奈地举起了手。我方当事人要求证明这个证据的真实性，现在植入音频实在是太简单了，万一这是原告律师用来诈骗和恐吓的手段呢？审判长微微颔首，技术部门很快便对其进行了鉴定。审判长，鉴定结果视频并没经过剪辑，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你笑着看向江子荣。江律师，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这可是赤裸裸的诈骗，诈骗罪的判决结果取决于诈骗的金额大小和相关情节，1000万的数额可谓巨大。不谈婚内出轨等严重违背社会风气良俗，随便判个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点都不过分吧？此话一出，整个庭审现场所有人的心跳都不自觉加快。好家伙，一判就是10年！一开始我以为刘律师就是来打酱油的，没想到是隐藏的高手啊！现在证据确凿，诈骗罪已经坐实，1000万的诈骗额，随随便便坐上10年牢，这兑现强度拉得太满了。明明是无懈可击的局面，结果现在定性为诈骗。要我是江子荣，恐怕已经汗流浃背了。此时苏有薇却是若有所思地看向江子荣，他看过这位江师兄的庭审，风格很独特，那就是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顾一切，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的认输了。果然，下一秒江子荣据理力争。审判长，就算这段视频是真的，但也缺乏因果关系。这是张森提供的诈骗方法，并且还唆使我方当事人。关键是屋里的情况没人清楚，或许我方当事人是被捏了什么把柄，以此威胁。所以我主张我方当事人无主观过错，主犯是张森，何秋君是被迫参与诈骗。为了证明我方当事人没有诈骗意愿，我方愿意同原告重新裁定财产分割。重新分割？这可是我的房子，凭什么要重新分割？江律师，这跟我们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啊！你必须给我个说法。代理律师当庭反水，不仅一巴掌扇得委托人眼冒金星，甚至还要求其退还房产。懵逼的委托人一脸懵逼，代理律师却开口道：10年牢饭和2套房产，你选哪一个？如果你坚持假离婚的财产分割是你一个人的，那就说明一开始你的动机就是诈骗。听闻此话，何秋君恶狠狠地看着魏阳身边的你，而你听着江子荣提出的说法，却是笑了起来。江律师，谁跟你说我方要重新分割财产了？那房子自始至终都是我方当事人的，我的第2诉求还没提呢，你急什么？随后，你迈着自信的步伐，举起手发言。审判长，我方的第2诉求，请求判处被告何秋君死刑。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什么了？刘律师的第2诉求好像是判处被告何秋君死刑。此时，所有观众都不理解，怎么突然你的诉求会变成这样？苏有薇也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听错了。假离婚纠纷案怎么突然出现判处死刑的说法？就算落实了何秋君合伙张森诈骗魏阳的房产，也不至于死刑吧？苏有薇心跳逐渐加速，脑海中再次浮现出罗老师对你的评价：天资绝代，奇智若妖。天资绝代我还没看出来，但是这庭审辩护思路的确跟妖怪一样。被告席上，江子荣一脸懵逼地看着你，他也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刘不达，你刚刚说你的第2诉求是什么来着？我再重复一遍我方的第2诉求，请求判处被告何秋君死刑。刘不达，你脑子没事吧？这就是一起假离婚纠纷案，你把死刑都扯来了，难道是好多年没打官司，把最基本的法律条例都忘了吗？何秋君也仿佛听到了天下最好笑的笑话。对面的那位律师，你难道也是绿毛龟吗？魏阳的经历让你联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所以在这里想要对我进行报复。你不要仗着自己律师的身份就可以为所欲为，真是可怜又可笑。就在何秋君大放厥词之际，审判长高云山狠狠地敲了一下法锤。肃静！你们当这里是菜市场骂街的吗？再扰乱法庭秩序，本审判长就取消本次庭审。随后，审判长转头看向你，原告律师，你的第2诉求与本案完全不沾边，本审判长当庭驳回。审判长说完，何秋君直接不屑地转过头，而你却是丝毫不恼，默默举起了手。审判长，您先别急着驳回我的第2诉求，请听我说完缘由。高云山一愣，随即脸色有些难看。这家伙怎么回事？连我说话都不好使了吗？出于礼貌，高云山还是压制住了火气，然后脸色冰冷地看着你。好，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个什么所以然来。我方的第2诉求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本案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假离婚纠纷案。被告何秋君的情夫张森因为躲债回国，实则是漂亮国的间谍，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窃取相关军事情报。这场同学会也不是偶遇，而是刻意谋划。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原告何秋君。此话一出，举座震惊，高云山脸色一沉，开口说道：“提醒原告律师，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不能信口开河。”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方当事人所住的山海玲珑城乃是距离龙国科学院光学研究所最近的地产板块，而研究所目前正在研制的便是我国激光武器重要元器件的一环。山海玲珑城作为最接近研究所的房产，有许多的工作人员都在内部买了房，再加上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最好窃取机密的间谍据点。警告原告律师，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而且与我方当事人并没有关系。江律师，你别着急，听我继续说。一直以来，山海玲珑城的房屋买卖都受到有关部门的管控，买卖都需要经过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张森之所以选择何秋君，就是因为要窃取研究所的军事科技机密，而何秋君作为窃取国家机密张森的胁从犯，判处死刑，合理合规，逻辑清晰，合情合理。你的诉求掷地有声的落在整个庭审现场，所有人瞬间就炸了。我就说刘律师怎么会突然要求判处何秋君死刑？原来是协助外国间谍窃取我国军事科技机密，真是不得好死啊！偷男人就算了，现在还偷我们国家的军事科技机密，这个贱女人真的是光长胸不长脑啊！从开庭到现在，苏有为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位刘师兄一直都在掌控整个法庭。此刻他才明白罗老师口中的旗帜若妖是什么意思。被告席前，江子荣听着你的话彻底懵了。先是何秋君的客厅录像被放上了庭审现场，现在又来了一桩间谍罪，更要命的是还涉及到国家重要军事机密，这可不是普通人能碰的。你老实告诉我，那张森究竟在国外是干什么的？江律师，我也不知道啊，当时我真的只是被叫去开同学会，然后就遇到了张森，我真不知道他在国外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自己很喜欢他。江子荣看着何秋君惊慌失措的神情，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问道：那现在张森在哪里？能不能把他带过来作证？我不清楚，我把房子拿过来后，一起待了2个月，他说有事要出国，让我到时候出国找他。江子荣听后顿时汗流浃背，持杆抹进人就跑了。这女人果然是个脑残猪队友。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为什么在开庭之前没告诉我？事已至此，江子荣也不想轻易认输，为了能一雪前耻，他可是准备了许久，不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了。审判长，我方认为原告律师完全是空穴来风，为的就是在假离婚的纠纷案中占据有利形势，从而恐吓我方当事人。山海玲珑城旁边挨着研究所，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张森下落不明，我方认为这完全是原告律师的主观臆测，请审判长明鉴。你对江子荣的这套说辞早有预料，而后似笑非笑的看着审判长高云山。我的话是不是危言耸听？相信审判长自有判断。审判长高云山听着你的话，再看看江子荣期盼的眼神，陷入了沉思。表面上他是衣锦还乡的海归精英，可背地里却是窃取国家机密的别国间谍。就在10天前，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一起间谍案件，而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叫张森。虽然案件详情属于高度机密，但通过一些小道消息，高云山还是得知了一些内幕，那就是事关山海玲珑城附近的光学研究所军事机密泄露。如果是这样，那何秋君的犯罪事实真的就要坐实了。被告律师，据我所知，我们法院10天前的确审判过一个间谍罪犯，虽然具体案件信息不予公开，但是相关公开的案件信息却可以在我们院档案查到。听着审判长高云山的话，观看直播的网友们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查找10天前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审判时间1月7日，审判对象张森，审判地点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具体案件信息涉及相关机密，根据保密协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判决结果死刑。我来个骚刚，真是张森啊！而且你们看具体的案件信息，虽然根据相关保密协议不予公开，但是再结合魏阳和何秋君的假离婚纠纷案，恐怕刘律师说的都是真的。这辩护思路实在是太流畅了，真的是一个免费法律援助的水平吗？为什么我感觉刘律师跟这江律师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网络上的确是找不到关于刘律师代理的案件，我都已经查到5年乃至10年前了，都没有刘不达这号人物。刚刚还不可一世的何秋君，此刻看着手机上的裁决文书，已经吓得双腿发软，瘫坐在了椅子上。他知道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自己。江律师，您一定要救救我！我真的没有窃取国家机密，更不知道张森是别国间谍。我把律师费加到200万，你一定要洗清我的嫌疑啊！江子荣现在也是冷汗直冒，没想到板上钉钉的提案，竟然被你这家伙辩护到了这一步。这家伙5年间究竟干了些什么？不是说落魄的连饭都吃不起了吗？强忍着心里的记恨，江子荣还是举起了手。审判长，就算刘不达口中的间谍案是真的，那位张森先生的确是我方当事人的情夫，但是张森间谍案与我方当事人的假离婚纠纷案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我方当事人只是单纯的喜欢张森，才会想着与魏阳离婚。至于假离婚造成的财产分割，也是张森教唆的，所以我方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说法，只愿意进行财产重新分割。而且谁主张谁举证，刘律师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猜想就给我方当事人冠上间谍系从犯的名号，这是诬陷和诽谤。江子荣不愧是光明区10大律法人物之一，就算在你如此高强度的压线上，依旧还能苟延残喘的补兵。审判长高云山也是松了一口气，刚开始他还怕江子荣直接认怂，现在看来也还是有那么点东西在，直接眉头一横看向你。原告律师，请你注意，现在审理的是魏阳和何秋君的假离婚纠纷案，
你不要把注意力往其他方面引。本审判长认为，审判长，高云山的话还没说完，你就直接打断了他。这个老东西从一开始就一直拉偏架。什么叫吸引注意力？何秋君帮助间谍渗透本身就是犯罪。虽然我暂时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何秋君是主观意愿，但对方辩护律师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何秋君是无意的。而作为审判长，凭什么就随意驳回我方的请求？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的审判是朝着你事先预定好的方向去的？你的声音振聋发聩，问的高云山一个字都不敢回。毕竟这可是全网直播，他哪敢就这么承认自己是拉偏架？原告律师，你别瞎说，我可没有偏袒谁，但是谁主张谁举证。既然你主张何秋君协同间谍犯罪，那就要拿出证据。审判长的服软直接给现场旁听人员都看傻了，审判长都虚了，这就是刘律师的实力吗？第一次见到法官被律师问的没办法回答，太牛波一了。你见高云山闭嘴，也是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直接拿出一个档案袋继续说道：审判长，这是我搜集到的何秋君女士在社交平台的相关发言内容，几乎每一条消息都在明里暗里贬低荣国男人，而且思想极其偏激。随后你迈着自信的步伐，边走边继续说：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人。你认为他会是一个主观上不会帮助间谍的人吗？被告席前的江子荣看着何秋君这个猪队友，也是愣了好几秒。他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个东西，但没想到她这么狠，真是钱难挣屎难吃啊！刘律师，人人都会在网络上找宣泄口，这些只是某些特定情境下的发言，无法直接证明我方当事人协助间谍窃取机密。别着急啊，江律师，证据还没看完呢。随后，一篇发布在社交媒体的文章出现在大家眼前，内容正是何秋君分享自己出轨的经历，随之而来出现的更是关键性的私聊截图。森哥哥，你不是出国了吗？怎么会刷到我的社交账号？这也太有缘分了吧！是啊，的确很有缘。说起来，最近我要回国办一件事，你能不能帮帮我？什么事？森哥哥，你随便说。其实我现在在国外一家研究所工作，最近我们遇到一些技术壁垒，可我们发现国内有一家做得很不错，想着能不能偷师学习。我听同学们说，好像你就住在那附近，到时候帮帮我的忙。你说的是荆州市光学研究所吗？我家山海玲珑城的房子的确在旁边，不过那可是国家机密单位，你怎么偷师？而且这行为好像是犯规的。听什么？你我两人一人500万奖励，顺带还能给你搞定漂亮的绿卡。500万和绿卡，森哥哥，其实我天天和魏阳待在一起都觉得很窒息，你带我走吧，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的，到时候我们回来假装同学会偶遇，再把你老公赶出去，装作是为了抢夺他的房子，实际上获得机密后我们就远走高飞。此消息一公布，全场沸腾。好家伙，局中局暗中暗。原来一开始夫妻为学区房离婚纠纷案只是掩饰，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漂亮国的绿卡和500万卖掉。一开始我还觉得判死刑有点残忍，现在我建议直接当庭击毙。难怪刘律师一开始精神损失费要500万，原来还预示着间谍案里的500万。江子荣看何秋君的神色，已经宛如看死人一样，证据链严丝合缝。这女人他是救不了了。女子崇洋媚外，不仅发小作文公然嘲讽荣国男人不行，甚至还伙同情夫窃取国家军事机密，种种罪行被当庭揭露。女子吓得跪倒在地，祈求绿毛龟丈夫能网开一面。魏阳，我们10年夫妻，没有感情也有亲情，你撤销上诉好不好？我把房子都还给你。魏阳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此时心里早就已经没了情分。我一个绿毛龟能跟你有什么亲情？有多远你就滚多远。刘律师，我错了，我一开始就不该骂你，是我冲动了，求求你们撤诉吧。你一点都不怜悯这样的女人，犯罪之前不过脑子，犯罪之后以为道个歉就能解决问题，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审判长，您觉得我方撤销诉讼有用吗？高云山心跳加速，咽了咽口水。被告现在请立刻回到被告席，不要扰乱庭审秩序。法警很快就将何秋君给押了下去。高云山在简单整合了一下所有法官合议之后，开始宣判。经过审判组商议决定，当庭宣判。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何秋君与情夫张森合谋诈骗原告魏阳房产，涉案金额巨大，情节恶劣，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责令何秋君限期1周之内返还其违法所得位于滨江帝都和山海玲珑城的房产。原告诉求中的抚养费提升至50万，但精神损失费按照法律规定最高只能给到5万元赔偿。法锤落下，代表判决生效。你的第一条诉求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但关于第2条诉求，高云山却是解释道：因为间谍案与本案性质不同，故本审判长无法宣判，必须与张森间谍案的法官沟通。被告何秋君协助张森窃取军事机密案与本案牵连甚广，所以择日宣判。虽然关于何秋君协同间谍盗取军事机密的案子没有当庭宣判，但是包括身为审判长高云山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铁证如山，何秋君必死无疑。当观看直播的吃瓜群众听着高云山的宣判，都是喜极而泣。法律终究还是公平正义的，魏阳的财产得到了保护，是我们男性面对那些小仙女为所欲为的首胜。这是我第一次见在法庭之上有男女权益站在对立面，而男性权益得到保护的，真是不容易啊！刘不达，不要以为自己这次运气好就可以再次踏足律师圈，如今的律法圈早就已经容不下你了，等着吧，下次我一定会将你的自信彻彻底底击碎。江子荣放完狠话后便转身准备离场，而你却是再次举起了手。
被告律师，谁说你可以走了？假离婚纠纷案还没结束呢，我们还有诉求。此话一出，全场哑然。江子荣也是一脸懵逼的回过头看着你，脑子坏掉了吧？被告都已经宣判，你到底有完没完？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中，你亲了亲嗓子。我方的第3个诉求，请审判长判处被告律师江子荣5年有期徒刑，并吊销其律师从业资格证，永不录取。我没听错吧？刘律师的第3诉求是判处江子荣5年有期徒刑，还要吊销其律师资格证。大兄弟，你没听错，大家都听到了。刘律师也太顶了吧！江子荣刚刚才挑衅他，他这就要找回场子了吗？这有点勉强了吧？毕竟江子荣只是被告的代理律师，跟这案子只有委托代理关系，拿什么罪名判啊？江子荣听着你的诉求也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释怀的笑容。一开始那么挑衅你都没有任何表示，现在看来肚子里也是憋了火的吗？5年了，我终于能让你闻之色变。刘不达，你莫非是失了智？我是被告的代理律师，被告已经被宣判，我和他的代理关系也就结束了。你在这跟审判长提出这种无理的诉求，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审判长高云山也是脸色阴沉的看着你。从庭审一开始，他这个审判长就像是你的提线木偶，这让他心里很不爽。现在案子结束了，你又在这提什么第3诉求？刘不达，假离婚纠纷案已经结束，被告代理律师和被告代理关系也已经终止，你的诉求无效，本审判长当庭驳回，能将何秋君判处死刑。你已经赚够声誉，再在这里哗众取宠，就是公然藐视法庭。本审判长完全有理由吊销你的律师资格证。你听着审判长高云山的话笑了笑。这个老杂毛一开始就拉偏架，肯定是事先和江子荣私底下沟通过。不过为了先处理江子荣，就先放你一马。审判长，你别急着驳回我的诉求。正如你所说，江子荣和何秋君的代理关系已经结束，但是江子荣却没办法和假离婚纠纷案就此脱离。江子荣身为律师知法犯法，他除了是何秋君的代理律师，还是胁从诈骗的罪犯，本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还是说仅凭你一句话就可以替他免罪？你振振有词，句句铿锵有力的话传入所有人的耳朵。高云山脸色难看，他明明知道你这个说法完全能站住你，但是他堂堂审判长还是拉不下脸面。本审判长从来没说过替他免责，但是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若你对于江子荣律师的诉求是无证之举，那你就等着被吊销律师资格证吧。随着审判长高云山话音落下，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却是炸了锅。卧槽！什么叫虽然江子荣和何秋君的代理关系已经结束，但是江子荣和假离婚纠纷案还是有牵连的？不知道啊，按理来说，江子荣只是何秋君的代理律师，就算何秋君被判了死刑，也与江子荣没关系，毕竟他也尽力。你们难道没听出刘律师话里话外的意思吗？很明显，这江子荣和何秋君还有更深层次的联系。这就有意思了，如果把律师也送进去，那今天的庭审就真的是开先河了，律师和被告双双被判刑。江子荣看着高云山发怒，也是幸灾乐祸的看着你。刘不达啊，刘不达，聪明反被聪明误，得了那么大的好处，你还在这里装杯。现在看来，好不容易换来的复出机会又要没了。正当江子荣暗自窃喜的时候，你掏出了第2个 U 盘。我方申请提交关于江子荣律师知法犯法的证据。此话一出，众人懵了。看来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放过江子荣。明明是一起简单的离婚官司，委托人却愿意出天价代理费。面对送上门的好事，眼前的代理律师反而一脸愁容。何女士，你这属于诈骗，是违法的，10万貌似有点不够。江律师，你的能力我了解，只要你能帮我拿到魏阳的房产，律师费我再给你加20万。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也不是不行，那你接下来就这么做。当这段视频在法庭上公布时，江子荣明显有些慌了。他平时做事一向谨慎，但凡涉及到灰色地带，都是让下属去趟，怎么会有这种视频出现？审判长，以上这段视频出自江子荣个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助理罗成之手。除了这段监控视频，罗成本人还实名举报江律师违法犯罪，不仅联合何秋君诈骗魏阳房产，甚至恐吓下属代理签署一些灰色案件和不合理资料，其目的就是为了赚取高价律师费。人证物证俱全，你看着汗流浃背的江子荣以及脸色难看的高云山审判长。不过刚刚我说要定江子荣的罪，但审判长你好像有意见，不知道这些证据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还有。你说完后，整个庭审现场鸦雀无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有人窃窃私语。早就知道律师很黑，但是没想到就草你一个离婚协议就要收10万，能不收10万吗？视频里江子荣一下就猜到了，何秋君假离婚实际上就是为了财产分割，所以才狮子大开口。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江子荣这个畜生自己明知道那是犯法，却让事务所的律师助理来签名背锅，这才是最黑心的。江子荣心里清楚自己是在法律的边缘游走，可没想到的是，最后却让自己人被刺了，不但被员工录了视频，甚至还给了举报信。在众人的叫骂声中，江子荣脸色难看，心里想到：如果坐实了我协同诈骗，而且涉案金额巨大，那至少也是3年起步。我才27岁，进去3年的话，律师资格证必定被吊销，我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想到这，江子荣冷汗直冒，立刻开口辩解道：审判长，刘不达这都是诬陷，你别听他瞎说。如果是诬陷的话，急什么？而且以现在的技术，随随便便就能鉴定是不是真的，让技术人员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随即技术人员开始着手鉴定。
报告审判长，鉴定为真，视频不存在合成，画面中的确是江子荣律师。听完鉴定人员的话，你双手插兜，戏谑地看着江子荣。江律师，你也算是精英律师，法律条例应该比我熟。你觉得给自己判个多少年合适？你的声音仿佛死神一般传入江子荣的耳朵。尽管如此，他还是站得笔直。就算诈骗数额巨大，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对于从犯也应当从轻处理或者免除处罚。我只是出于律师事务所盈利的商业角度去谋划，并不是主观意识上要去诈骗。你凭什么说我是协同诈骗？话一说完，江子荣的目光就投向了审判长高云山。现在他的量刑标准都在高云山身上，他们平时孝敬这些法官那么多，就为了现在吗？高云山自然也知道江子荣不能就这么折在了这里。要知道，江子荣的舅舅可是江栋，虽说江栋表面上不是律法圈的人，但是其身份是汉东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好多法院的人都是他的学子。律师为了当事人出谋划策是商业行为，是商业性质的交流，并不能算作诈骗协同。因为律师在律法诉讼中是弱势群体，不能得罪当事人，所以本法庭认为江子荣律师无主观意识协同诈骗，当庭驳回原告代理律师的诉求。高云山一番义正言辞的话说出口，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彻底疯了。这就没了。什么叫不是主观意愿？什么叫出于商业性质的出谋划策？意思就是只要给了钱，就可以滋长邪恶吗？对啊，这也太扯了吧！这审判长就是和江子荣狼狈为奸，必须把他也送进去。你们现在才看出来啊？要我说，从一开始审案子的动向就能看出来。如果不是刘律师给的压力太大，恐怕何秋君现在还活蹦乱跳呢，估计就连一套房子都要不回去。对于高云山的偏袒，你也是万万没想到，毕竟这可是全国直播，就算再想偏袒，至少也假装给3年有期徒刑，然后缓刑2年，最后再运作一下，减刑1年吧。江子荣听着高云山的宣判，冷笑着看着你，那样子可谓是嚣张至极。小样，跟我斗你还太年轻了。而此时的你却是丝毫不慌，慢悠悠的开口道：以前总听人家说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我还以为律师和法官应该是泾渭分明的，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呀。然后你指着满法庭的摄像头，厉声呵斥：高审判长，这可是全国直播，你确定自己手上的法锤要砸下去吗？听着你的质问，高云山和江子荣原本嚣张跋扈的神色顿时没了，因为和你兑现压力太大，竟然忘了是在全国直播。毕竟刚刚的驳回明显有些牵强，可是已经说出口了，难不成还能收回吗？就在高云山犹豫不决的时候，你却是没继续追究，而是冷笑着看着江子荣。江子荣，我给过你机会的，是你自己不好好珍惜。本来你可以只得3、5年的，现在恐怕不止这个数了。话音落下，你随手又掏出一个档案袋。我这里还有一些证据要提交，其中包括江子荣对事务所实习律师骚扰和猥亵，江子荣私下勾结法官，以及在某某某公司收购案中的违法操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随着你手中一连串的证据爆出，江子荣知道自己完了，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如果说假离婚纠纷案可以凭借高云山的关系逃脱法律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么多案件的证据联合起来，足以让他把牢底坐穿。刘律师，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刚刚我觉得你的诉求很合理，3到5年是吧？我顶格判处，我直接去坐5年牢好不好？你笑着看着江子荣一副认错当狗的样子，嘴角微扬。江律师，我刚刚给过你机会了，我说让你自己评价自己坐几年牢，你自己选了吗？现在全国人民看着呢，就算我撤回证据，你也没办法逃脱法律的制裁，等着10年后出来迎接新生活吧。5年前，男子以风华绝代之姿碾压律法圈所有人，所谓天才不过是见到他的门槛罢了。那时的他旗帜若妖，被大家尊称为律法掌控者。5年后的庭审现场，江子荣跪倒在地，心里满是后悔。他早该记起5年前你就是这个样子，律法掌控者，那才是你本来的面目。刘不达，你提交的这些证据都与本案无关，你说怎么判就怎么判。你是法官还是我是法官？要不这审判长的位置也让给你来做吧。你轻哼一声，然后再次掏出一个 U 盘，笑眯眯地看着高云山。高审判长，本想让你再蹦跶蹦跶，可你却自己上乃着找死，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方最后一个诉求，开除审判长高云山公职，判处有期徒刑10年及以上。此话一出，全场再次爆炸。我勒个骚刚，刘律师这手操作，就连审判长也要遭，666啊！虽然我不知道第3个 U 盘里是什么，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我觉得高云山基本上可以算是凉了，真是溜得飞起。被告判处死刑，被告律师10年有期徒刑，基本没得跑。现在就连审判长也要遭，你这一审三杀，引得不少吃瓜群众纷纷嚷着让你收下他们的膝盖。此时，宋海的瀚海律师事务所内，所有人都守在办公室，看着假离婚纠纷案的2审直播。一开始，大家对你的期望值就是能够找回状态，可这长达1个多小时的庭审直播，直接给在座所有人都看懵了。我第一个乖乖，庭审原来可以这么玩的吗？这也太牛了！本来的诉求是要求被告何秋君归还房产，现在直接变成了判处被告死刑，顺带手还把被告律师也送了进去。你们说这审判长又是犯了什么事儿啊？律所合伙人宋海听着耳边叽叽喳喳的讨论声，无奈苦笑着。罗老师啊，罗老师，你究竟是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怪物？庭审现场中，高云山听着你最后一个诉求，已经气得咬牙切齿起来。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法官，还是第一次在法庭之上如此气急败坏。刘不达，法庭之内审判长最大，你是审判长还是我是审判长？
你说判谁就判谁吗？怎么的？你今天还想给我也判个罪吗？还10年有期徒刑？你知道什么样的罪才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吗？就凭你也配给我定罪？有多远给本审判长滚多远！本审判长当庭宣布直接吊销刘不达的律师资格证。你看着高云山气急败坏的样子，也是笑了。在当今这黑暗的世道，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杂碎存在，才会让那么多无辜的人含冤入狱。好大的官威啊，高云山！我敬你才叫你高审判长，不敬你，你又是什么牛马？假离婚纠纷案一开始，你就朝着自己和江子荣预定的方向去审理，从头到尾，你心里有过公平和正义吗？你说完，直接提交了第3个 U 盘。这是有关高云山的犯罪证据，申请提交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倒要看看谁敢接纳诬陷我的证据。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愣是没敢上前接你的 U 盘。他们也知道高云山不是个好东西，但人家毕竟是领导，他们哪敢乱动？万一证据不够定高云山的罪，那他们以后在中院可就遭老罪了。片刻之后，一位年轻的女法官走到你面前。我们法官本就肩负了司法公平公正的责任，不能因为自己是审判者就置身事外。无论是你还是我，哪怕是院长，都有义务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指正。高云山气得牙痒痒，恶狠狠地看着年轻的女法官。江婉晴，你刚刚转为原额法官，你可要想清楚，得罪我，你以后在中院将会如履薄冰。虽然高云山不是什么大领导，但作为院里面的老人，这个面子还是有很多人会给的。只见江婉晴笑笑，并未搭话，而是直接转身离开。临走时说道：“我问心无愧。”法庭之上，就在大家等着证据公布时，高云山开口道：“刘不达，你藐视公堂，公然挑衅审判长，你就等着被我吊销律师资格证吧。”老大佬，等会儿你就知道是你被送进铁笼子里，还是我被吊销律师资格证了。就在这时，江婉晴点开了你整理好的文件夹，大屏幕上也出现了以下证据：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高云山贪赃票据，地源农场拆迁案，款项10%流入高云山境外账户；第2403地块纠纷案，业主贿赂其300万流入境外账户；棚户区改造强拆死亡案件专案，房地产商贿赂其500万流入境外账户。随着一桩桩案件齐刷刷的出现在公屏之上，整个直播间的观众都愣住了。好家伙，官商勾结骗取国有资产，这高云山有点东西。当初荆州市苍山区的棚户区改造，据说有一户人一直都没搬，因为答应的拆迁款还没发，分的房子也没给，结果强拆队入场，一家人命丧当场。可奇怪的是，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竟然是强拆队一点问题没有，是那一户人家没有告知强拆队里面有人。谁他妈的知道你强拆队半夜来拆迁啊？我看这就是赤裸裸的谋杀。在众人的叫骂声中，江婉晴也被眼前这些证据吓到。作为一个新转正的法官，此时看到这样黑暗的司法案件，心里就跟堆了1000斤石头一样。这个高云山也太畜生了，竟然能够为了金钱做到这样的地步，在这人的眼中，真的还有法律的存在吗？此时的高云山看着大屏幕上的相关证据，早已是汗流浃背。这些证据他明明都已经销毁，不可能出现在你手里。刘律师，我错了。江子荣，你说怎么判就怎么判，你判死刑，我都马上敲锤。这些证据你能不能现在立刻马上销毁啊？我上有80岁的母亲，下有即将读大学的女儿，你这样会毁了一个家庭的。你一脸不屑地看着高云山，只有你有妈和女儿吗？别人没有女儿和母亲吗？早知道现在，当初为什么不秉持司法公正，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才想着后悔，已经晚了。等待你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牢狱之灾。审判长只是说话大声了些，你竟反手送他进去踩了10年缝纫机，这一手操作吓得在场观众大气都不敢喘。就在刚刚，假离婚纠纷案的审判终于进入尾声，原告何秋君判处死刑，原告律师江子荣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吊销律师资格证；审判长高云山判处10年有期徒刑，革除公职，永不录用。刘律师你好，我是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长甫，感谢你帮我们清除了这么大一个毒瘤，我作为他的领导难辞其咎，惭愧呀。陈副院长客气了，既然庭审已经结束，那我就先走了，剩下的交给你们了。说完你便转身离开，而此时法院门口早已围满了吃瓜群众和记者，看到你出来，所有人一窝蜂涌上前围着你。刘律师，我是长河晚报的记者，请问您对于自己将被告诉讼至死刑有什么想说的吗？诸位稍安勿躁，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对于被告何秋君，我认为是死有余辜。身为一名妻子和龙国公民，他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制裁他也是对于某些人的一种威慑，可以降低犯罪率，法无处不在。希望网络上的小仙女引以为戒。我们也是第一次在庭审现场见到将被告律师送进监狱，请问你之前就认识江子荣吗？为什么会提前准备证据？其实从接到这个案件，我就开始调查被告律师了，因为明眼人都知道一审的结果很不合理，所以能够找出他的罪证也是意外之喜。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刘律师，您将审判长也一起送进去，有什么想说的？关于审判的高云山，我知道很多人很意外，因为自古以来从来都没有审判长审判自己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摒弃这种观念，司法公平公正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能因为他手握法锤就可以为所欲为。法有禁令，不会赦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法官。说到这里，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你又继续说道：
最后我再说一句，维护司法公正，守卫公平正义，我辈义不容辞。如果有人需要法律援助，我刘不达绝不推辞。说完这些，你便转身离开，独留下记者和吃瓜群众瞠目结舌。与此同时，汉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大楼一间办公室内，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老姜，鹤林案那个姓刘的小子回来了。那小子不是已经被律师圈封杀了吗？应该是有人暗中出手了。今天有一起假离婚纠纷案，那小子可谓是出尽了风头。一个小小的法律援助而已，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我大外甥这5年的战绩也是有目共睹的，难道比那刘不达差吗？老姜，你那大外甥就是假离婚纠纷案的被告律师。刘不达那小子先是给被告判了死刑，然后又判了你家大外甥3年，再加上身上的其他案子，加起来恐怕有10年有期徒刑了。死刑？据我了解，假离婚纠纷案不就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吗？哪来的死刑？那被告伙同情夫诈骗自己老公的房产，最要命的是那情夫还是漂亮国的间谍，而这女人知情不报，还帮着窃取国家军事机密，人证物证俱全，死刑没得跑。那我家大外甥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被判了3年？从他成为律师以来，几乎所有犯罪证据都被刘不达给找到了，数罪并罚，很有可能就是10年。江栋气得差点晕过去，他早就告诫江子荣收拾好自己的屁股，现在好了，直接被抓了。10年以后，谁还记得他？其实你家大外甥还可以稍微运作，将刑期减到5年，但更惨的是老高，中院的高云山，他怎么了？拆迁案协助侵吞国有资产，逼死人命，全都被刘不达给翻出来了，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曝光，10几年牢狱之灾是跑不了了。哪怕是市委大院里面的那位出手，也不可能低于10年。江栋听着这些消息后，槽牙都快咬碎了。我大外甥那边你帮我操作一下，尽量减到3年去。至于刘不达，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畜生，还想报仇，下一起案件我就让他知道什么是天。另一边，案件结束后，你便直接返回了瀚海律师事务所。刚一进门，宋海以及所有的同事就鼓起了掌。刘师弟，欢迎回归律师圈，祝贺你首战旗开得胜。多谢宋师兄，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刘师弟，虽然这场庭审堪称经典，但你也因此得罪了法院的人，以后要多加小心。对了，里面还有人等着你，跟我来。来到接待室后，只见一位扎着高高马尾的学院派美少女，手里拿着笔记本，正等着什么人。宋师兄，他是谁？继你之后，罗老师的另一位关门弟子，也算是你的小师妹，话说是专程来找你的。你听完也是无奈的笑了笑，怪不得罗老师之前打电话说有事拜托你，原来是这么回事。刘师兄久仰大名，你刚刚的案子我全程看了，虽然挺热血澎湃，但是我感觉也没有罗老师夸赞中的那么完美。是吗？我刚刚的案子哪里不完美？你展开说说。随后，苏有薇便根据今天的庭审情况侃侃而谈。你也是微微颔首，这小姑娘还真有点东西，怪不得能被罗老师收为关门弟子。听你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先介绍一下自己？刘师兄，我叫苏幼薇，法学系，在你之后的5届，你可以叫我幼薇。幼薇师妹，你的观察力很好，不过在有些地方依旧缺乏实战经验。多谢刘师兄指点，不过我还是有点疑惑。之前我托人找关系查过你的档案，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只有当年你代理过鹤林案，那些信息全部指向你是个没有法律底线的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听着苏幼薇的话，陷入了痛苦的回忆。早就知道后世会不断的抹黑自己，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说成破坏行业的烂人。这个世界早就没有真相了，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等你该知道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的。我现在开始要放3天假，你也好好休整一下，下周1跟着我好好学。不行，学习就要从现在开始。我回家睡大觉，你跟我学什么？那我也跟你回去睡大觉。我一个大男人，你跟我回去睡什么觉？况且我那里只有1张床，这样容易出事。一头猪每日伙食费劲高达40多万。就在刚刚，汉东农业大学12名研究生联名举报他们的导师黄某，举报材料长达129页，其中一项养猪实验，80头猪52天的进食实验费用将近18亿，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今日若我冷眼旁观，他日已无人为我摇旗呐喊。而这些学生在举报前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赌上了自己的学业事业，只希望这种学术不端的老师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消息一出，便引发各方热议。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我以为我们的导师已经够过分了，没想到更有甚者，129页的控诉写得太详尽了。能为我们广大研究生揭开这沉痛的伤疤，我支持你们。最好把这些畜生导师全部拉去游街。此时，汉东农业大学动物育养系副主任着急忙慌地找到了当事人黄朱丽。老黄啊，你小子完大了！副主任魏延松连忙将手机递到了黄朱丽跟前。当黄朱丽看到这消息的时候，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群小畜生，我费尽心思栽培他们，他们竟然联名举报我，老子的好心真是都被当成了驴肝肺。老黄，这些小兔崽子掀不起什么风浪，放心吧，我已经在联系公关部门开始降热度。不过你也得澄清一下自己，我们院里面再弄个调查专案组，糊弄一下那些网民。你抓紧着手准备一下声明。在汉东农业大学的运作之下，校方很快对外发表声明。
经过我们汉东农业大学动物育养系专项调查组的通宵核实，我校黄竹立教授并不存在学术造假。虽然有学生误会黄教授和国外某论文高度相似，但这并不能证明黄教授的数据就是造假。至于黎清渊等同学举报的问题，经过我们调查，也属于是无中生有。随后校方又是对黄竹立一番褒奖，黄竹立也解释将所有的劳务经费以学生的名义存入了一个基金，等学生毕业的时候再全部还给他们。最后，关于这12名学生违反校规校纪举报自己导师的后续情况，交由动物育养系教务处进行处理。黎清渊等人看到这个调查结果后面如死灰。这时，黄竹立也找到了出路。一群小畜生还想翻天，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等着自己苦读3年的博士，直接被劝退吧。说完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直接离开了。黎清渊眼神坚定，牙关紧咬。走法律程序，既然举报不行，我们就状告这个老杂毛。正当黎清渊掏出手机查找相关起诉信息时，无意间看到苏有薇的直播间正在讨论汉东农业大学专项调查组公布的结果，于是便赶忙询问道：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要走诉讼流程，请律师大概要多少钱？大家看到黎清渊师姐进入了直播间，纷纷关心的询问学校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黎清渊也将来龙去脉都说了出来。林师姐，你们是不是准备走法律程序？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我这边可以帮你介绍一位很厉害的律师。苏有薇口中的律师自然是你，但请律师打官司就要给律师费，这点常识黎清渊还是有的。可我们教授一点劳务经费都没有发，我们平时都是靠着国家资助或者自费来经营科研的，一时间拿不出太多钱。苏有薇听着黎清渊师姐的担忧，哈哈笑了笑。师姐你就放心吧，我给你介绍的这个律师现在处于复出阶段，他最近接的案子应该都是属于法律援助，基本上是1分钱都不会让你掏的。黎清渊虽然对法律打官司方面不是很熟，但是也知道法律援助都是免费的。这种刚刚复出的律师想要打赢黄教授那边的团队，难度确实有点大。苏有薇似乎猜到了黎清渊的担忧，又开口说道：他虽然很年轻，但却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律师，实力也毋庸置疑。你可以去搜索一下最近刚刚结束的假离婚纠纷案，他就是原告代理律师。黎清渊听了苏有薇的话，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也终于知道苏有薇口中的那位律师是谁，下巴没有惊震。清渊师姐，刘不达律师是我的师兄，你明天带着相关的证据直接来我们瀚海律师事务所，我们帮你参谋参谋。次日，黎清渊便带着资料来到了瀚海律师事务所。苏有薇一看到黎清渊，便激动地迎了上去。清渊姐姐，没想到你本人这么好看。随后两人一阵寒暄，黎清渊也将事件的来龙去脉给你解释了个通透。你听完后也觉得离谱。没想到黄朱丽把天下所有导师的不要脸集大成了，而且专项调查组还把屎盆子扣在了举报的学生头上，这样的老杂毛其罪当诛。这个案子我接了，右卫，你去帮助黎清渊他们进行当事人起诉和相关的立案手续，我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证据。苏有薇点点头，便带着黎清渊离开。你看着面前的证据，越看越觉得头疼。虽然黎清渊他们收集整理的证据很多，但是实际上能够用来告倒黄朱丽的并不多，最多就是让这位黄教授停职或者是警告处分之类的。这位黄教授的行径，这些处罚都太轻了，看来还是要我亲自出马。在你调查取证的这段时间，汉东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内，副校长何文台怒气冲冲地看着面前的副主任魏延松。你不是发表声明之前口口声声说这是解决了吗？现在法院的传票都摆在我面前了。我也没想到这帮年轻人这么刚，竟然直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何校长，咱们也没必要太担心，我们汉东农业大学收到的法院传票还少吗？我认识很厉害的律师团队，汉东政法大学的江栋教授您知道吧？他是天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何文才听到这里总算松了口气，天一律师事务所可是在整个荆州市的知名律所，有这关系还算有点底气。你自己联系天一律师事务所去解决，我最近很忙，你们千万不要给我搞砸了。随后魏延松和黄朱丽便将相关的起诉书和法律传票传真给了江栋。江栋看完后也是笑了，没想到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竟然是让他大侄子去蹲苦窑的刘不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这几天正在想着收拾一下你这个小畜生，没想到你就撞我脸上了。刘不达，这一次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汉东农业大学12名研究生不惜自刎前程，也要举报自己的导师黄某学术造假事件再次掀起热潮。看到黄教授花18亿买入饲料，所有人才发现129页的举报材料只是冰山一角。原来黄教授不只是学术界的蛀虫，更是养殖界的和珅。就在刚刚，学术造假案在荆州市人民法院立案，双方代理律师信息公布，被告代理律师竟然是白宇鹏，他可是令人动心的 offer 第5季明星嘉宾。节目播出至今，一共打了12场官司，无一败绩。这就有点精彩了。话说这可是江栋特意找的明星律师，目的就是为自己的侄子找回场子。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期待这位明星律师和免费法律援助的交手了。时间缓缓流逝，3天很快过去了。荆州市人民法院门前，此时早已人山人海，官媒记者、地方报社，还有一些想要蹭流量的网红，早早的就驻守在了此地。这时，一辆车呼啸而来，车上下来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露出十分自信的笑容。首先，我暂停录制令人动心的 offer 第5季，特意赶到汉东省参与本次案件的被告辩护，并非是我和江教授的关系，而是单纯对于此次案件有自己的兴趣。
那么请问白律师，你对于这起案件胜诉是否有信心？这些担心我觉得完全是多余，因为在我看来，那个免费的法律援助刘布达能够打赢上一次官司，完全是走了狗屎运。在我的绝对实力面前，所谓的运气都将化为泡影。说完，白宇鹏便直接踏入了庭审现场。荆州市人民法院审判长杜月豪在宣读完庭审规则后，敲响了法锤。本审判长宣布，汉东农业大学12名研究生实名制举报动物育养系黄教授学术造假案庭审正式开始。原告方，请提出你对于这起案件的要求。你稍微清了清嗓子，看向了嚣张跋扈的黄朱丽。审判长，我方当事人的第一诉求，由于黄朱丽教授对于我方当事人一共12名学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请法院判处被告赔付我方当事人精神损失费60万，再加上这几年期间克扣劳务经费以及不当署名所获取的相关收益1140万，合计赔付我方当事人共计1200万元。听到这个金额后，黄朱丽大惊失色，就连坐在原告席的黎清渊也是咽了咽口水。并且针对于黄教授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希望法院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责令黄教授停止对于国内外论文作者的侵权行为，予以警告以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万罚款。紧接着，你还列举了黄朱丽本身还存在着操纵同行评审、教材编写造假、异常发票等问题，希望法院责令汉东农业大学直接开除被告方教授。等你话音落下后，整个庭审现场都安静了好几秒。好家伙，虽然说早就料到这黄教授不是什么好鸟，但刘律师一开口就直接要对方赔偿1200万，甚至还要罚款500万，确实是震惊到我了。黄朱丽听着你的话，也是差点晕掉了下巴。这小子脑子没毛病吧？这特苗的加起来要赔给这12个小畜生1200万，做梦呢！就在黄朱丽正要破口大骂时，却被白宇鹏给拦了下来。这是对方的圈套，你如果现在怒火中烧的话，肯定就中了他的计。后面全盘交给我，你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发言就行了。审判长，我方申请驳回原告的第一诉求。首先，我方当事人并没有原告代理律师口中所谓的那些问题，罪名都不成立。这500万罚款从何而来？其次，我方当事人也并没有对于那12位学生造成怎么样的精神伤害，因为我方当事人在教育当中一直秉持的是师德为先、因材施教的理念，所以无论是原告代理律师所申请的1200万赔偿，亦或者是关于我方当事人的相关处罚，我方都申请审判长予以驳回。审判长杜月豪听后也是点点头，毕竟你还没拿出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还有对于原告代理律师，我有一句话想说，如果原告代理律师想要凭借捕风捉影，或者是没有逻辑的证据来证明我方当事人存在所谓的犯罪事实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庭审也可以直接结束了。白宇鹏说的有理有据，并且结合了当前的龙国教育实况，愣是把你的第一诉求给完全驳回。好家伙，这个白宇鹏有点东西，跟上一次的江子荣完全是两个概念。从一开始他就直接拦住了要咆哮公堂的黄朱丽，看来是对于这次庭审早有准备。黄朱丽听着站在自己身旁的代理律师侃侃而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看来这次魏主任是给我花了大价钱请的律师，这也太能言善辩了。你不怒反笑，缓缓举起了手。被告代理律师有点着急了吧？我方还没有提交证据。此话一出，无论是白宇鹏还是黄朱丽，脸色都是一变。还有证据？这些学生在网络上都已经爆出那么多的信息了，难道还不是最终证据吗？审判长，我方申请提交被告严重学术不端、操控评审、克扣劳务经费、打压学生、论文不当署名、教材编写造假、异常发票诸多犯罪事实的证据。说完，你便直接将一个 U 盘交给了审判长。很快，大屏幕上便出现了关于黄朱丽犯罪事实的证据。以下是第一条录音。就你们这点科研实力，还想着自己做实验数据，赶紧找漂亮国那边的论文数据给我抄。你们放心，这一次来评审的那些专家都是我的熟人，随随便便就过。一条录音刚刚结束，另一条录音内容又响起。你们好好想一想，是谁给你们的资源和平台？现在论文写出来，我就署个名很过分吗？我现在正值升教授级别的时候，这篇论文就给我当一做吧。这件事情不用再商量，你们谁要是不乐意的话，直接言毕。录音结束，大屏幕上又出现黄朱丽克扣劳务经费相关的银行卡收入明细、申请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的异常发票等票据证明。吃瓜群众看着这些证据也是懵了，直接让学生偷国外的论文数据，还说自己没有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就算了，人家学生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论文，他给老子来了一句没用，这种人太可恨了。我寻思着他口中的资源和平台不都是学校的吗？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虚开发票，这特么的算是贪污了吧？判刑必须要判刑。场外群情激愤，场内也是议论声不断。此刻黄朱丽就像吃了翔一样难受，他本来以为黎清渊他们截至目前爆出来的就是所有证据了，没想到就连几个月之前的单据都还保存，甚至还录了音。白宇鹏虽然心里已经将这个猪队友骂了100次，但是到底是明星律师，怎么可能就此认输？